整整3年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李月。哟，哪儿来的帅哥？要不要和姐姐走一趟？姐姐，你这么主动，你男朋友不会知道吗？男朋友？看清楚，这才是我爱的女人，微微。从你家破产到你爸中病，这一切都在我的计划里。所以这一切都是你设计好的。你做这些只是因为我跟他长得像。不然呢？你真的以为我会爱上你吗？你只不过是他的影子，一个本该乖乖听话的替代品。姐姐，收入我的代价很高的，你付得起吗？条件随你开。姐姐，我这个人一旦真上就是一辈子，相信除非我死。那就试试。从今以后，只能有我一个男人。头好疼。姐姐，重新认识一下，我叫阿晨，我们要不要？不要，我选中你，不是让你当床伴的。那姐姐想让我干什么？我要你去勾引我的男朋友，准确的说，前男友。我对男人不感兴趣。别误会，我不是要你去勾引他，我是要你把我从他手里抢走，激发他的占有欲，然后让他回心转意。姐姐，你就这么爱他？爱他不配。记住，你只是个替身，给我安安稳稳的尽好你的本分，永远不要我女也被肖想逃脱。微微，这不是我的设计手稿吗？但他现在属于微微了。什么？你以为靠着这张和他紧得相像的脸就能成为我的女朋友？天底下相似的人多了去，我看上的只不过是你这双能画出微微风格的手而已。陆景山，你无耻！分手！我要跟你分手！李玉，这是你今天第2次说这种话。
我不想听到第3遍。既然他听不进我的话，那我就用行动让他明白，我的去留主导权在我。顺便，我要把他从我这里偷走的一切，一个一个全部拿回来。而你要做的，就是配合我。那我算什么？一个你付了钱就可以随意摆弄的棋子。那我算什么？一个你付了钱就可以随意摆弄的棋子啊？棋子？怎么会呢？你是我精心挑选的唯一共犯。这是给你的定金，好好表现，别让我失望。想利用我，那就做好准备，用自己来换。燕总，您刚回国不久，各方势力都想拉拢您。林小姐选择这时候靠近，会不会是计算好的？不会，这场相遇我等了3年。你是谁啊？你别过来！人呢？哪去了？开门！再不开，老子撞了！跑！开门！开门！你们是谁啊？怎么强闯民宅啊？没看见正办事儿吗？看什么看？别看了，正事要紧。妈的，晦气！走，去别处偷。你怎么了？吃饭了？嗯？连句再见都不跟我亲口说，真是自作多情。谁要等你啊？这一次，我绝对不会和你再错过。你去哪儿了？一晚上不回来，翅膀硬了。陆景琛，不是你说我只是白薇薇的替身吗？怎么还不让我去找别的男人了？学会顶嘴了，是不是我最近对你太宽容，让你忘了自己是谁？昨天晚上喝多了，头疼。过来，给我揉揉。陆景琛，到现在你还觉得我会乖乖听你的话？陆景琛，我们分手吧。林月，你再说一遍。我说我要跟你分手。放手！林月，给我好好认清楚自己是谁。我给你人人羡慕的生活，你就给我尽好自己的本分，好好背他。谁给你的胆量敢跟我提分手的？你看清楚，我是林月，我不是他，也永远不会是他。听明白了吗？
属于我的东西，我会亲手拿回来，包括微光。拿回去，就凭你？想想你那个躺在医院天天靠着添加药物吊命的植物人老爹，再想想你家那个破公司，这么多年，要不是我撑着，早就灰飞烟灭了。你想要分手，没问题，但是你猜一猜，我以后还会不会继续做那个冤大头？到时候你那个死敌又能撑几天？你家公司又能撑几天？哎，所以啊，别再说这种日情的话啊！我知道这么多年一直没你呵护，再娇艳法也会掉。今天我就委屈一下自己，满足你。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陆金晨，你别碰我！你放开我！你摆出这副贞洁烈女的样子给谁看？真以为我会看上你这个拙劣的替身吗？我这是给你机会，你不会好好珍惜啊！画虎不成反类犬，你连他的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，死板无趣，像一根木头，让人倒尽了胃口。这才对嘛！永远别妄想跟我分手。明月，你看看这周围的一切，全部都是靠出卖你的设计稿换来的。我给了你名声，给了你奢靡的生活，作为报酬，你就给我好好扮演它啊！好，你想让我乖乖做你的替身，可以，给我5000万。明月，你又在耍什么花招？你看清楚，他戴百达翡丽，穿法国高定，耳畔那对是格拉夫钻石，这身上哪样不是天价堆出来的？你想要完美的替身，总得下点本钱吧？还是说，你想要的只是一个廉价的、不用维护的假？你最好物有所值，别让我失望。陆景琛，既然不想放我走，那我就陪你玩到底。你以为自己在驯服一只听话的宠物，但却忘了，宠物被逼急了，也会咬断主人的喉咙。这才怪吧！你早这么听话不就好了？只要你听话，我什么都给你。亲爱的前男友，谢谢你的慷慨赠予，我会用这笔钱找一个最强帮手帮我离开你，更会让你明白，在这场局里，不是我离不开你，而是你离不开我。你的时代结束了，从现在起，我才是主角。燕先生的行程定了吗？下周我必须见到他。这次合作对陆氏至关重要。燕先生那边还没有回复，继续跟进，拿出最大诚意。这位燕先生的背景深不可测，要是能搭上线，陆氏就能更上一层楼。好的。让你查微微的消息，有进展吗？抱歉，陆总，白小姐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。继续查，无论如何，都要给我找到他。陆景琛，你是不是以为我非你不可？如果追求我的男人比你更优秀、更强大、更有
魅力，你会不会方寸大乱，一败涂地？试试这件。好的。先生这边请。谢谢。姐姐，喜欢吗？还行吧。姐姐，你的眼神出卖了你。你明明胡说什么呢？这件要了，再把那件试一下。谢谢，你带我来这是做什么？这是牧羊，最像他的眉眼。雪莉有一样的生活作息，说话和他一样多愁善感。这个是陆景琛最近的猎物，江雪曼，和他一样精通小提琴。他这癖好还怪恶心的。是，这些年他收集这么多替身，不是因为爱，而是因为他输不起。当年他追求白薇薇，却输给了另一个男人，这是他顺风顺水人生里唯一的败笔。这件事也成了他的心病，彻底激发了他的胜负欲。他享受的不过是掠夺和占有的过程。既然你已经看透了，为什么不跑呢？我试过了，昨天、前天我都跟他说了分手，可是他居然拿我的家人来威胁我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只能留在他那里，伺机而动。我要把他拿走我的股权、名声，还有微光的招牌，一个一个亲手拿回来。你想怎么拿回来？他手里好像握着全部把柄。打破他的自信。陆景琛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只能依附于他生活的菟丝花，他以为掌控了我就能掌控全世界。我要让他看清楚，到底是谁离开了谁，会成为废物。微光没了我的设计，只会是一副空壳；他没了我的支撑，生活只会是一地鸡毛。那我的作用是什么？该不会只是陪姐姐聊聊天？孤军奋战，收效太慢。陆景琛在这里只手遮天，我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力量来搅乱这潭死水，而我要你成为他算不到的变数，这样我就能尽快拿到我想要的东西，然后远走高飞。原来我就是个变数，这个计划听起来确实完美。不过姐姐，玩火的人最容易引火上身，你就不怕我对你产生兴趣，或者你对我动心？那是世界上最没用的东西。至于你，当好你的工具人，别越界。明晚是陆氏集团的珠宝晚宴，这是第一步。我要让陆景琛亲眼看看，他眼中乏味顺从的替身是如何成为让他惊艳的存在。
而我要你伪造一个身份，一个他陆景琛拼了命想巴结，却始终也够不到的身份，懂吗？放心，姐姐不会亏待你的，陪我演一出戏，给你50万，怎么样？好，这个游戏陪你玩，只是到最后，你不要和我亲密的。哟，这不是陆总的透明小女友吗？怎么一个人逛街呀？哦，你看我这记性，景琛正替我挑晚上参加晚宴的珠宝呢，怪不得没空陪你。晚上这种级别的晚宴，也是你这种黄脸婆配参加的，穿再贵的衣服都盖不住你身上的烟火气，只有我才配站在景琛身边，更何况今晚传说中那位神秘的燕将会首次公开亮相，他可是垄断了整个东南亚资本的大人物，这种层面的人，想必你听都没听说过吧？你知道陆景琛为什么喜欢你吗？当然是因为我年轻漂亮，带得出去，不像个旧社会的怨妇。不，是因为你实在是蠢得可笑。而且我听说江小姐精通小提琴，对吧？关你什么事？陆景琛的白月光，白薇薇，音乐才女，小提琴8级，曾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独奏过维瓦尔第的4季。没什么，只要江小姐是真的能拉得一手精彩的小提琴，不是包装出来的人设就好。毕竟这是陆总最喜欢你的地方。祝你晚宴玩得开心，江小姐。快看，陆总身边那位就是他即将订婚的女朋友吧？真是郎才女貌啊！我认得她，那是江雪曼小姐，真是眼光四射。陆总也太般配了。琛哥，你带我来就对了。像林月那种只会穿地摊货的土包子，来了这种场合，怕是连手往哪放都不知道，那不是诚心让人笑话吗？今天好好表现，我给你准备了惊艳亮相的机会。什么机会啊？都不和人家说一声。去把那个准备好的维也纳之星拿来。你不是说你拿过小提琴国际大奖吗？给大家露一手。哇，江小姐居然还会拉小提琴啊！我们可真是太期待了。怎么办？小提琴我只会摆个样子，根本拉不完一首曲子啊！就拉一首简单的入门曲好了，给大家助兴。来，大拇指。可我今天指甲刚做过，太长了，而且我这几天练琴太累，手有点抽筋。怎么回事？看起来不太对啊。是呀，就拉首曲子，也没那么难吧？江雪曼，别在这个时候给我丢人，快拉！
陆景琛，你上钩了。那是微微。林月，怎么是他？月月，你什么时候学的小提琴？我怎么不知道？陆总，我不是答应过你要好好模仿白薇薇吗？我当然要说到做到了。陆总，你忘了，是你亲口说不能让别人发现我们的关系。你靠得太近了，容易让人误会。琛哥，你跟他有什么好说的？学了点皮毛就出来卖弄，也不怕贻笑大方？走嘛，琛哥，你答应过陪我跳舞的。是啊，他终究是林月，学的再像也不过是微微的替身而已。可为什么我的心跳这么快？琛哥，答应过今晚只陪我一个人的。哦。可是明天跳着舞吗？你故意穿的这么骚，是不是为了勾引陆总？不就会拉宝特琴吗？你得意什么？人家陆总已经有女朋友了，你这是自讨没趣。是啊，各位，这种女人八成就是个狐妹子，别跟她跳，省得呀惹了一身骚。琛哥，你答应今天只陪我一个人的。我不跳。某些人啊，就是个笑话，再怎么打扮，连跳舞都没人陪。哦，是吗？你笑什么？江小姐，你费心讨男人开心的样子，真是既可怜又可笑。你，哼，少在这装模作样，心里说不定嫉妒的发狂呢。江小姐说的对啊，她呀就是在强颜欢笑，心里指不定多酸。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，就算你使出浑身解数，陆总也不会搭理你。哎呦，真是可怜。笑吧，尽情的笑吧。你们现在笑的有多痛快，一会儿哭的就有多难看。好戏才刚刚开始。林小姐说了半天，怎么一个人在这站着呀？这多不合适！诸位，有谁想请林小姐跳支舞的吗？看来没人愿意呢。林月，作为女人，你可真够失败的呢。不劳江小姐费心，我的舞伴早就定好。哦，是谁啊？该不会是你想出来的吧？他如果来了，今晚在场的所有人，包括你那位陆总，都会黯然失色。吹牛也不打草稿，比陆总还强，做白日梦的吧你？我看他这疯了吧，得给自己找台阶下呢。跟他废什么话？一个没人要的疯婆子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You're saying words I can't avoid. You put a stop to all the noise. Even in the dark, you can hear the stars. 听说今晚叶先生会来，这气势，难道就是他吗？他到底是谁？凭什么碰他？刚才是谁说他没人陪？林小姐，
是我的人。你是谁？放开他！陆总不是问我是谁吗？那不如先问问你自己。刚才那么多人围着林小姐出言不逊，甚至动手推搡，你作为集团总裁以及宴会的负责人，就只是往旁边一站，冷眼旁观。林小姐是我们陆氏的员工，这是我们内部的事情，由不得你一个外人插手。内部事情，陆氏集团连自己的员工都随意让人羞辱，我不得不怀疑，贵公司的格局和气度到底有没有像外界传言那般值得信任？我再问最后一次，你到底是谁？容我代为介绍，这位就是环宇资本全球执行总裁叶先生。真的是他，那个名字和长相称名，却掌握着东亚半数资本的叶先生。难怪气场这么渗人，陆总这次居然真的请动了他。据我所知，燕先生现在正在欧洲参加一场私人会议，我已经发出多封邀请函，至今没有得到确切的回应。你空口无凭，真的觉得我会相信吗？邀请函？你是说微光的那份项目融资计划书第3页，项目风险模型用的是1年前的旧数据。第7页，项目回报率小数点标错2位。怎么，还用我继续说下去吗？邀请函的内容只有燕先生才能看到，他怎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？难道一份连基础数据都漏洞百出的垃圾？陆总，你觉得我应该回复吗？你真的是叶先生？你真的是叶先生？本来这种低级宴会我是不屑参加的，但这里有我想见的人，所以我就勉为其难的过来看看。对不起，叶先生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有眼不识泰山。您大驾光临，是我们陆氏的荣幸。刚才都是误会。误会？我刚才进门的时候，可是清清楚楚的看见，有些人要对我的5万不太客气。快给林小姐道歉！春哥，我不要。闭嘴！这里没有你讨价还价的余地，快给林小姐道歉！对不起。既然江小姐都道歉了，那这次就算了，毕竟这是陆氏的主场，闹得太僵，面子上也不好看。既然林小姐这么大方，那这次就先给她击打掌声。多谢叶先生，多谢林小姐。那么，不知道我是否有这个荣幸，能够请林小姐共跳今天晚上的第一支舞呢？荣幸之至。好啊，林月，你光顾着别的男人，竟把我这个男朋友忘得干干净净。你疯了？你敢冒充燕先生？不是姐姐让我选一个谁都高攀不起的身份吗？我思来想去，就这个身份最合适。不仅如此，我还能再给他们添一把火。什么火？陆氏集团正在争取环宇集团的投资，我既然已经戴上了面具，不如顺势而为，让他们觉得这笔投资是否能落地，全都取决于你。可是，要是被人发现怎么办？怎么，这个剧本，姐姐你怕了吗？哈，我既然已经上场，我不赢，誓不下场。有魄力，那么姐姐，接下来你想怎么？将计就计，我要你对外欣赏我的设计，我要借势成为微光的设计总监，从幕后走到台前，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。陆总消消气，我看这未必是坏事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看叶先生明显对林小姐感兴趣，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他不是陆氏的员工吗？要是能通过他跟叶先生搭上线，那陆氏何止更上一层呀？
好戏要开场了，姐姐。不过接下来每一步都是悬崖。悬崖才好，摔下去才知道谁会粉身碎骨。李月，你怎么敢顶着这张脸和别的男人眉来眼去的？陆总，不是你说在外面我们要装作互相不认识吗？我配合燕先生演戏，也是在帮你维持单身人设。演戏？我看你是想假戏真做。别以为我没看见，他怎么在舞池里对你动手动脚的？怎么，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啊？你挽着江雪曼的时候，我有说半个不字吗？哼，原来说到底，他是在吃醋。月月，今晚是我考虑不周，以后在公共场合我会注意。不必了，陆总，维持原样就好。对了，燕先生看了我的设计稿，很满意。他对你的设计感兴趣。等等，你什么时候拿给他看的？你们私下见过面？陆总这么着急干什么？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有多在意我呢。你就不想知道燕先生是怎么评价微光的吗？说重点。他说陆氏埋没了珍珠。现在还不是和他俩计较关系的时候，燕先生的投资才是关键。林月这条线，我必须抓住。既然燕先生都这么说了，看来以前真的是我有眼无珠了。这样吧，明天起你正式入职陆氏的设计部，担任微光项目的副总监。既然陆总这么赏识我，那我一定好好表现。月月，你今晚很不一样。时间不早了，我累了。你干什么？放开！你看清楚了，我是林月，不是白薇薇，更不是你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玩物。你要是再碰我一次，我不保证从燕先生那里会听到陆氏的什么消息。林月，不要以为你攀上了燕先生就可以摆脱我，你做梦！哟，这不是黄脸婆吗？怎么，昨天在宴会上出尽风头还不够，今天还跑到公司来丢人现眼？这儿可是设计部，闲杂人等于狗，不得入内。让开！哼，林月，别以为自己攀上了环宇集团的燕总，就飞上枝头变凤凰。我告诉你，这儿可是陆氏，只要我说不，你就进不来这儿。江雪曼，你的位置坐不久了，很快我就会代替你成为新的总监。贱人！住手！申哥，这个贱人刚刚一直挑衅我，还说……申哥，你打我，为了他！当众欺辱同事，谁给你的胆子？你知不知道林月现在对公司有多重要？可他刚刚说要抢我的位置，还说他才是未来的总监。他说的没错，要是因为你的愚蠢搅黄了燕先生的投资，别说总监，连陆氏的大门你都别再想进。陈哥，江雪曼目无纪律，扣半年奖金，再有下次，直接滚蛋。陈哥，月月，没事吧？没事，不过管好你的狗，别让它出来乱咬人。你这女人倒是和以前不一样。微光不能只在国内生活，下一步我们要去巴黎、去米兰、去纽约的顶级展厅，但这需要一笔关键的投资，至少30亿。各位不必担心，向大家介绍一位新同事，林月。从今天起，他将担任设计部的副总监，
除了日常的珠宝设计外，主要负责这笔资金的落地。大家欢迎。谢谢大家，今后多多指教。好了，之后事宜各组加紧推进。散会。林月，等一下，今晚在云岭会所，我和燕先生要谈融资细节，你跟我一起去。好，琛哥，我也要去。你去干什么？别给我添了。我是设计总监，这种场合我不在怎么能行？林月毕竟是刚来的新人，万一不懂规矩，冲撞了贵客。行了行，那就一起去。但你记住，少跟我说话。沙特王子来讯，独家采矿权的协议已经发送到您的加密邮箱。另外，瑞士银行 UBS 的300亿资产委托协议，法务部已复核完毕，等您最终签署。知道了。沙特王子300亿，这个弟弟也太会装了吧！燕先生，陆总，欢迎。林小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燕先生，这位是我们设计部的副总监林月，这位是总监江雪曼。燕总好。林小姐，我之前读过一句诗：吹灭读书灯，一身都是月。刚才那一瞬间，我觉得这些很衬你。喜欢吗？我特意为你选的月色。谢谢你，还从来没有人这样把我放在心上过。哦，那是有些人错把榆木当珍珠，把无与伦比的东西却弃之敝履。陆总，坐，我们谈谈投资。好。陆总，微光这个项目平平无奇，但却因为林小姐，让她拥有了非比寻常的投资价值。叶总说的是，我们正在全力打造微光的国际影响力，林月会负责整体创意，相信她不会让你失望。林小姐确实不会让人失望。陆总，你怎么了？你好像特别紧张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对自己的员工有什么特殊的占有欲呢。叶总说笑了。林副总监，我也敬你一杯，以后还请多指教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这个怎么办？琛哥，楼上休息室应该有备用的衣服，不然让林副总监去换一件吧。快去吧，别让燕总久等。那我先失陪了。谁？妹妹，别紧张，别着急，别害怕，陪哥玩玩呗。哥没别的意思，你放心，哥温柔的很。滚！哦，滚！好，滚！哥现在就滚啊！装什么呀？像你这种靠脸上位的，哥见的多了。怎么回事？偷跑妹，熏香有问题。还装呢？啊，妹妹，哥看你想要的都腿软了，要让哥来满足你。他妈的，你敢打老子！老子心里翻了你！你他妈谁呀你！
你也演得太真了吧？这种套房一晚上得多少钱？我给你的定金够花吗？如果我说我根本不需要演了，这是环宇的私产，这是我休息的地方。弟弟，你骗骗别人就算了，可千万别把自己骗了。好热。陈哥，林月这也去的太久了吧？该不会衣服没换成，反而去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了？这会儿那个死肥猪应该正压在他身上酣畅淋漓吧？林月，过了今晚，你就是只破鞋。陆总，我失陪一下，你们随意。燕先生也不见了，难道？陈哥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哥看你想要的都腿软了。林月该不会和别的男打的火热吧？毕竟他这种人，为了上位什么都干得出来。林月，你居然敢！痛人呢？林月去哪儿了？谁？哦，他被一个这个高矮的穿西装的男的抱走了。高个子男，西装，该不会是燕总吧？说，到底是谁？谁？我他妈哪知道啊！那女的刚中了药，正等着我弄伤她呢，我都差点得手了，他妈的被那小白脸给抢劫了！林月，你到底在哪儿？我绝对不允许别的男人动你。别闹，难受。我去叫医生。我不需要医生，最好的解药就在眼前。燕，你个一干禽兽！林月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开门！进！陆景琛怎么在这？不行，不能让他发现，否则我们的计划就全暴露了。现在知道怕了，刚才亲我都打死林月，你再不开门我就撞了！还说什么风凉话？快想办法！慌什么？我们就让他看着。林月，再不开门我就撞了！你疯了！陆总，擅闯他人房间，这就是你的教养。林月呢？把他交出来！我怎么知道？再说了，一个员工而已，何必急成这样？她不是普通的员工，她是我女朋友。是吗？那我倒是纳闷了，之前在宴会上，你任由他被羞辱，得由我这个外人提醒才知道维护他。怎么，这就是你对待女朋友的方式？闭嘴！你不要以为我有求于你，就可以对我指手画脚。张开！怎么样？
找到你的小猫咪了吗？不可能，他一定在这里的呀。里面有人。陆景琛，你想清楚了，你这一推，推开的可不止这一扇门，还有我对陆氏的全部信任。这里面要是没人，那30亿投资立刻彻底蒸发。怎么？后悔了？害怕了？可惜晚了。完了。没人。陆总，你要不要进里面仔细搜搜呢？叶先生，刚才是午餐灯笼，您看那30亿的投资。陆总，你刚才的威风去哪儿了？我说过，门开了，钱就没了。叶先生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魏国不能没有您的投资啊！哼，机会？不如陆总也给我一个机会。什么？你说林小姐是你女友，可据我所知，你只是单方面对她死缠烂打。众所周知，在一起需要双方同意，但分手只需要单方面告知。陆总，你考虑一下，给林小姐一个机会，也给我一个机会，干脆点放手，让我和她试试。顺便看看，最后到底谁能讨得她的欢心？为了投资，我忍你最后一次。送客。叶先生，求求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叶先生，叶先生。快走走，别感冒了。好玩吗？我有把握。可我要的是万无一失。刚才陆景深要是多看一眼，就会满盘皆输。谢谢，输了又能怎样？有我在，不管你要微光还是要入职，甚至让陆景深身败名裂，只要你一句话都可以做到。我们为什么要绕一圈子，以身犯险？弟弟，你未免也入戏太深了吧？我说的是真的。你连50万都要从我这里赚，你拿什么给我？况且我林月要的东西，只会自己亲自去取，不接受任何人的施舍。今晚的事下不为例。另外，别忘了你的身份，我们只是合作关系，别越界。好狠的钱！子佳，衣服都湿了，不换一套吗？对你有信任危机，算了吧。月月，我说过，只要招惹了我，就是一辈子。严总，陆景深已经滚蛋了，我们是不是按照原计划撤回那30亿投资，给陆氏施压？不仅不撤资，我还要追加。告诉陆景琛，我还要追加20亿，一共50亿。老板，您确定？这样言行不一会让陆景深起疑的，还会彻底打乱林小姐的复仇计划。打乱了才好，他想步步为营，可我没耐心。我就是让陆景深上真怀疑，这样这场对局的主动权
才能从他手上转移到我这儿。啊，给你。你去哪儿了？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？我在更衣室被人欺负了，幸亏燕先生及时出现，把我给救了。然后呢？你们去了哪儿？做了什么？你希望我们做什么？这是医院的检查报告和急诊单，你看清楚了。我在医院干嘛？你该去问问你的郝总监江雪曼，她做了什么？江雪曼，她给你下药了。幸亏燕先生是个真正的绅士，第一时间就让司机送我去了医院。陆景琛，我劝你别以己夺人。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卑鄙龌龊，人家是千亿身家的总裁，不是卑鄙下流的流氓。你对他评价很高啊。是。我龌龊，他就是绅士吗？哼，我说错了吗？你都有女朋友了，还把白月光的照片挂在墙上，人家可能都有老公了，你这么做难道不龌龊吗？够了，这些事和微微无关，都是你。你不会以为攀上燕先生这根高枝，就可以甩了我吧？这么说，你这是承认燕总比你优秀了？什么？你最好祈祷燕先生对我只是一时兴起，否则，如果真如你所说，他是我能攀上的高枝，那么我也不用再依靠你，你也威胁不到我。这样，我躺在医院里的父亲，你手里攥着的微光，都会有人有能力，并且愿意来为我撑起。我劝你好自为之。别这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刚才就是冲昏了头脑，我不想你提到别人，我就是太在乎你了。谢谢。不过陆景琛，我想你分清楚，你在乎的人到底是我还是白薇薇？什么时候我一个替身也轮得到你这么上心呢？以后我会尊重你，真的，我绝对不会再让你受今晚这样的委屈。月月，原谅我，好吗？那希望你以后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。恐惧的种子已经种下，陆景琛，你很快就会发现是你离不开我。陆总，环宇资本他们不又是撤资吗？再换别家就是了。不是，他们又追加了20亿的投资，一共50亿，还打来了5000万的预付款。什么？不对啊，刚才在酒店，燕总的因为林月跟我刚翻脸，还威胁要撤资，怎么转眼间反而追加了投资？给我5000万。喜欢吗？我特意为你选的月色。要是这里边没人，那30亿投资立刻彻底蒸发。给林小姐一个机会，也给我一个机会。一个掌控全球资本经济大鳄，会为一个刚认识的女人彻底沦陷，这不像是生意，倒像是为了讨好女人的信任。难道说这个叶先生根本就是假的？事出反常必有妖，一个真正的资本大鳄，怎么可能会喜怒形于色？又怎么可能会轻易为一个女人改变商业决策？马上去查，给我查清楚燕先生这个人，我要他全部的信息，越查越好。林月啊，林月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难道就是为了气我？连这种来路不明的人都敢信？陆景琛，我劝你别以己夺人，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卑鄙龌龊。人家是千亿身家的总裁，
不是卑鄙下流的流氓。被人骗了都不知道。等我彻底查清楚这个人的底细，你就会明白，待在我身边才是最好的选择。下个月的新品发布会关乎环宇资本50亿投资能否落地。林月，这次主秀设计由你全权负责。凭什么？陆总，我才是设计总监，新品发布会一向是由总监负责的。他一个新来的副手，凭什么越过我？张雪曼，你自己几斤几两，心里没点数吗？你这个总监位置怎么来的？要我当众替你回一下吗？林副总监，别让我失望，环宇资本的第一笔投资已经到账，但燕先生那边还在搞着。我要你用你的设计把这笔谈什么信任？不过是危机感作祟。你是怕我真的被燕先生抢走，还想用这工作把我困在墓室里？谢谢陆总信任，我一定全力以赴，不辜负您和燕总的期待。很好，散会。林月，这个总监的位置我坐过，你以为坐得安稳，怎么走不起来？谢谢，我想你了。燕晨，你干什么？这里是后台，要是被人发现就糟了，你放手。这几天你一次都没找过我。哎呀，今晚很关键，你别……我知道，之前在宴会上是我冲动了，以后我都听姐姐的，所以给个奖励，今晚以后。阿晨，摆正你的位置，今晚你是高不可攀的燕总，不是跟我撒娇的小奶狗。我们现在是在刀尖上跳舞，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的。刀尖上跳舞，好刺激！林月，你在里边吗？灯光组找你确认最后方案。燕先生，这么巧，您也在这儿。燕总对珠宝的上场顺序有些建议，来跟我沟通一下。怎么，陆总不放心？燕总说笑了，您能亲自急诊细节，我们求之不得。对了，燕总在苏黎世 UBS 那位私人经理安德森先生，还在负责亚太地区的高净值客户。安德森，啊，他2年前就调任纽约，负责家族信托业务的。上钩了！我随口编的安德森，他居然没发现，果然是个冒牌货。哎呀，看我这记性，真是抱歉啊。不过燕先生，我好像记得您在 UBS 的那位私人客户经理，好像是穆勒女士才对，不是吗？糟了，陆景琛在试探，阿晨露出破绽了。陆总，今晚的微光主秀才是重中之重，咱们别迟到了，快走吧。也好，大戏要压轴才好看。走吧。阿晨，你刚才差一点就露馅了，下次注意点。露馅，这不正是我想要的吗？林月，你想出风头，做梦！
这一次，我看你还怎么翻身，我的林副总监。各位来宾，各位媒体朋友，接下来为大家展示陆氏集团微光系列的灵魂之作《月神之泪》，它代表了璀璨、坚韧以及永恒的爱。天啊，这太美了吧，简直是艺术品！看来陆氏这次是挖到宝了，环宇资本的投资是稳拿喽。只要今晚的发布会成功，就能拿到投资。我管你是真是假，一会儿都得谢谢。接下来，请允许我为大家佩戴展示。这怎么回事？陆总，请问这就是陆氏集团斥巨资打造的顶级珠宝吗？这质量真是令人堪忧啊！环宇资本刚刚表达投资意向，核心展品却发生重大质量问题，这是否说明陆氏在用虚假的繁荣骗取投资？林月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给我一个解释，立刻！林月，你完了，你彻底完了。林副总监，作为本系列的主设计师和现场负责人，您该如何解释这场灾难性的失误？这是否证实了外界关于您资历不足、靠非常规手段上位的传言？江雪漫，你以为我没有留后手吗？各位来宾，各位媒体朋友们，请稍安勿躁。刚才的一幕并非事故，而是我们精心设计的开场环节，它的名字叫《破碎的完美》。天哪，这是林场的二次创作。这才是我们微光想要传达的理念。精彩！哇，太绝了！从破碎到重生，这种理念和呈现方式超前了同行起码10年。破碎的完美，这绝对是年度最佳创意！快拍快拍！林月，你到底还藏有多少惊喜？这么耀眼的女人，只能是林月，你该死！精彩绝伦，林小姐，你让我看到了微光真正的价值。我宣布，本轮共计50亿的注资即刻生效。不仅如此，我还将动用环宇的所有资源，为林小姐的设计铺路。太惊人了，这绝对是今年最大的商业新闻。明明是我的公司，我的发布会，我的女朋友。凭什么他在这里充胖子？查到了吗？这个混蛋到底是不是燕先生？查到了，真正的燕先生3天前就已经飞去了开罗，绝对不可能出现在这里。好啊，我就知道，你个冒牌货，敢在全世界面前耍我！我现在就揭穿你，让你身败名裂！够了！幸好我做了2手准备，林月，去死吧！只要没了你，一切就都结束。大家都别被这个骗子骗，这个男人根本就不是。机会来了，
遭所梦，你果然没让我失望。景琛，小心！月月，月月，景琛。月，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还有哪里疼？我去叫医生。发布会什么？发布会怎么样了？那些珠宝有没有事？林月，你是不是傻？命都快没了，还管什么破发布会啊？因为那是我们共同的心血，无论我是否还在微光，无论我是不是那个必须要走的人，只要我在一天，我就得守住他们。月月，对不起，以前是我混蛋，我想要补偿你，我能为你做什么？或者你想要什么，我都给你。陆景琛，自负真是你最大的弱点。我要救的不是你，而是微光的脸面。至于江雪曼的神柱，刚好用来让你心生愧疚，换作我拿回微光的更多筹码。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微光好好的，只要大家都好好的就够了。我以前到底是有多畜生啊？我保证我会对你好，从今以后谁都不能再伤害你，包括我自己。月月，我绝不会再负你，你该有的我都会给你，包括微光。不是，我要。怎么是你？回来就行。护士呢？沈正天。明明知道自己会受伤，为什么还要这样做？什么？你喝酒了？我以为就算你不选择我，至少也会保证自己的安全。可你为什么连自己的安全都不顾，也要推开他？谢谢，你就这么爱他，爱到可以为了他去死啊？难道你这都看不出来我在演戏吗？你喝醉了，你放开我！是我疯了。从我看到你倒在水晶灯下，满身是血的时候，我就已经疯了。月月，我有没有告诉过你，让你等我？3年前出租屋雨夜是你救了我。是你？那个时候大局未定，我还不能马上来找你。等我再找到你的时候，却晚了一步，你已经成为了别人的女朋友。月月，我现在回来了，我会帮助你离开顾景琛。等那个时候，我们再也不分开。躲起来！我就这么见不得光吗？你要是不躲起来，我们的计划就全都泡汤了。快躲下去！月月，今天晚上没吃饭，给你打了针，脸怎么了？可能是刚刚伤口疼憋的。怎么搞？纱布怎么开？我帮你。不用了，刚才已经按过铃了，护士应该等会儿就来。月月，我是你男朋友，朋友而已，没必要害羞的。
景琛，我不是那种随便的人，也请你给我多一点尊重和时间。好，你记得把粥喝了，我明天再来。上次我躲浴缸，这次你躲床底，我们扯平了。怎么又亲？现在酒醒了吗？现在醒了。月月，听清楚了，这是最后一次。什么？如果你下次再敢以身犯险，我就终止复仇计划。阿晨，你到底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姐姐，你忘了，我可是你精心挑选的最佳共犯。还有，作为共犯，我有必要提醒你规避风险。据我所知，陆景晨为了他的白月光，可是签署了一份极其荒谬的协议。什么协议？协议规定，如果白薇薇回到他身边，那么微光的60%股权将无条件赠予他。你是说白薇薇要回来了？也许吧，不过提前规划总是好的。西主，你的敌人从来不止陆景晨一个人，不过这场厮杀你也从来不是形单影只。60%的股权，哼！陆景琛，你真是恶心！拿走我的东西，送给别的女人。陆景琛现在已经心生动摇，是我拿回微光的最佳时机。好戏才刚刚开始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呢就是我们公司新系列的产品。上官好，谁准你喝酒的？不好意思啊。景琛，我这不是今天出院，开心吗？开心也不能拿身体开玩笑。月月，你那天满身是血的躺在我面前，我才知道原来真的有人愿意为我去死。这份深情，我陆景琛记下了。傻瓜，你既然把命都给了我，我也不能没有表示。法务部正在起草协议，我打算把微光的一部分股份转到你名下。终于来了。真的吗，景琛？这未免也太贵重了。你知道，以后你就是微光的女主人了。只不过，你既然是我的人了，就别和别的男人走得太近，尤其是那个对你发尽心思的燕先生。燕先生，我跟他真的没什么。那不重要，只是你以后代表着微光，还代表着我，那些来路不明的人就别再沾染，明白吗？我知道了。来吧，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啊！各位，林副总监之前在新品发布会上遇大红，还因公受伤。为了表达陆氏对员工的关爱，我决定将微光10%的股份正式转赠到他名下。以后，林月不仅是陆氏集团的员工，而且还是微光的合伙人。恭喜恭喜！恭喜恭喜！林月，签下这份协议，以后你就永远是微光的一部分了。景琛，天哪，那是谁？怎么和林小姐长得这么像？那是早就出了国的白家大小姐白薇薇。景琛，好久不见，我回来了。薇薇，真的是你？这些年去哪儿了？对不起，景琛，让你等了这么久。这些年，在国外，我也一度撑不下去过，全靠这幅画。还好，画里的你一直陪着我。薇薇，这些年你过得好吗？一个人累不累？我一切都好。
这位是林小姐，我看过你的作品，很有灵气。白小姐谬赞了，林小姐确实是个美人儿，尤其是这双眼睛，看上去倒让人觉得似曾相识。就连你的这些作品与我的手稿也几乎是如出一辙。画这么多替代品，林小姐真是费心了。替代品之所以存在，是因为原件已经成了过去式，不是吗？看来林小姐对过去式有些误解。不过，既然现在我回来了，有些规矩也该重新立起来。白小姐何必这么着急呢？不，这些都是必要的。锦琛，你心软，有些事儿手底下的人做错了事儿，你都不管。启琛，我错了，求求你饶了我吧。这一巴掌是替林月小姐打的，下药害人，损坏重要展品，还差点毁掉整个微光。林小姐，你受委屈了。锦琛的人不懂事，我来替他管教，你别放在心上。一个耳光，2、3句话，就让我成了外人。白薇薇，你比我想象的还不简单。锦琛，看在我们在一起那么多年的份上，求行了，快把他带下去，交给警察。不要，锦琛！明月，我会再替你立规矩，还不说声谢谢？刚才陆总不还一直牵着林小姐的手，要给她股份，怎么白小姐一回来就……废话，正主都回来了，替身了，还不是得靠边站？鸠占鹊巢，终究是梦一场。这白小姐不愧是正宫做派，一来就清理门户，替陆总分忧。锦琛，你就别为难林小姐了，她可能还需要时间适应。薇薇，你就是太善解人意了。林月，你看薇薇多大度，你有什么好别扭？快道谢！好热闹。陆总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今天这场见面会，你原本是打算向所有人介绍林小姐，并赠予股份，以示重视，对吧？我好像没有要求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来就是想提醒你，为了一个过去的幻影，把刚为自己开疆拓土的人推出去，这不是事情，是仇。他是我看中的人，你逼着他向别人道谢，问过我没有？林小姐，方便和我出去谈谈投资的事情吗？我不介意放弃微光，只投资你。至于陆总，好好重温你的旧梦吧。林小姐，我就带走了。月月，等等，你不能！锦琛，我们俩也该好好叙叙旧了。我有很多话想单独跟你说。好。锦琛变了，不行，得尽快让他重新对我全心全意。没事吧？没事，只是没想到白薇薇这么快就回来了。刚才你表现得不错，谢谢你。只是一句谢谢啊。你开错了，前面路口掉头，去陆景琛那儿。你还要回那个龙潭虎穴？如果我现在走了，白薇薇就会顺理成章的拿走这一切，我爸爸的命，微光的未来，那我就会前功尽弃。我。你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。上次在病房，你就应该已经察觉到了，我对你的目的不纯。我要的不是那50万，我要的是你，林月。你想要什么，我都可以。我知道，但是我绝不能停。这些东西我必须亲手拿回来。我知道你很好，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未来，但绝不是现在。你相信我，等明天过后，我就收拾行李，彻底离开。好，只要姐姐心里有我，那这盘棋我陪你下到底。看看这个，白薇薇出国之后去了拉斯维加斯，
丈夫是当地毒枭，这些年他在赌场上输了整整10亿美元，是国际失信名单上的常客。所以，他这次回来是为了钱？是，但是他那60%股份远远不够。他想要的是微光所有的股份，陆景琛那里没问题，只有我这里还剩10%，所以我就成了他的眼中钉。聪明。不对啊，这些事情这么隐蔽，陆景琛都不知。你是从哪里知道的？姐姐，我好歹也是吃这口饭的，打探富豪的八卦，那还是分分钟的事情。自卖自夸。其实是我不想再当了。你每在他身边多待一天，我就多一份提心吊胆。我想尽快结束这场闹剧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景琛，算了吧，林小姐既然选择跟那个男人走，心就不在这。他以前不会不接我电话的。人总是会变的，景琛。现在我回来了，以后你的身边有我就够了，别再想那些不相干的人了，好吗？知道了。微微，你能回来真的太好。怎么了，景琛？老毛病，胃疼。药在哪？我去拿。这个吗？那这个呢？要不我打120，咱们去医院吧。没必要，他这是喝多了酒，刺激到胃溃疡了，老毛病。别担心，我去给你拿药。先吃2粒铝碳酸镁咀嚼片，抑制胃酸分泌，再吃1粒雷贝拉唑，分解胃酸，最后再吃曲多玛止痛片止痛。不过这药用完了，我刚刚去药店买了1瓶。月，还是你最懂我最需要什么。怎么，陆景琛，只有在你最虚弱的时候才会想起，真正离不开对方的人是你自己吗？以后别喝那么多酒了，否则再胃痛，我可能就不在你身边了。月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舍不得你。林小姐，你放心，药的名字和顺序我都记住了，以后就不用麻烦你了。哎，对了，今天下午你和叶先生都谈些什么了？微光的人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忠诚和坦荡，这一点林小姐应该是知道的吧？我差点忘了，月月，你下午和叶先生到底去干什么了？我下午离开，不是和燕总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，只是当时那种场面，我留下来只会让大家都难堪，我走，让你们面子上都挂得住。另外，我和燕总确实谈了，不过我告诉过他，不会对微光撤资，当然，也别想挖我出去另立门户。我对微光有感情，不会走的，至少现在不会。月，对不起，我误会你了。你别说话了，药效还没上来。白小姐，今晚就辛苦你照顾她了。月，别走。月，别走，太晚了，你一个人不安全，要不今晚就住下吧。景琛，我们3个住在一起，这不太方便吧？可以能照顾你的。你照顾我，万一又像刚才那样怎么办？
微微，抱歉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算了吧，陆总，我今天来就是特意收拾收拾走的。月月，你还是住下吧，你不在，我不安心。微微，你也将就一下，明天我找人给你好好收拾一间房出来。唉，既然这样，那我扶你回房休息吧。不过说好了，过了今晚我一定要搬走。景琛，你也睡不着？口渴，下来倒点水喝。水温刚好。还渴吗？渴。白薇薇，你也没有传说中那么可怕。酒色掏空了你的躯壳，金钱腐蚀了你的神智。我稍有动作，你便自乱阵脚。你根本不知道，陆景琛不是真的爱你，那只是变态的占有欲。你这颗朱砂痣在到手的瞬间就会变成惹人嫌的蚊子血。祝你们玩得尽兴。微微，我喜欢你，我等这一刻已经5年了。景琛，丫头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胃有点疼了，下次。刚才不还好好的吗？我去冲个澡，你先睡吧。月月，陆景琛，昨晚我还在这儿呢，你们就这么迫不及待吗？月月，你从来都是这样，自私龌龊。不过这样也好，现在白薇薇回来了，你也不用再揪着我不放了，我们到此为止吧。月月，你听我解释。景琛，你不是说等了我5年吗？为什么感觉现在好像对他更上心？那我算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你让我想想。
年，我明明等了微微5年，可为什么现在哪里都是月月的影子？林月，我绝对不会让你破坏我翻身的计划。景琛，别喝了，你胃不好。我知道我在国外5年，如今突然之间回来，你可能还需要时间适应。确实有点陌生了，但我们还有很长时间可以重新开始，就像以前一样。不如就从微光开始，好不好？有一间自己的工作室，它曾经是我们共同的梦想，现在回来了，我们一起把它做得更好，让它真正的走向世界。好，就从微光开始。微微，你看，这是去年推出的新轨系列，这回反响非常好。这是之前在发布会上引起轰动的设计，这里的一切，从理念到成品，一切都是为了迎接你回来而准备的。景琛，辛苦你了，我真的很感动。一会儿还有媒体品鉴会，今天我要当着全世界的面宣布，微光真正的主人已经回来了。看吧，正主一回来，林总监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了。总监最近算是白忙活了，到头来全为他人做了嫁衣，哎，真惨。不懂的这一出佳节形成，演的真是让人感人入死。还在这里装？你想演，那我就陪你玩玩。叶总，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真是折煞我。我听说陆总有个大新闻要发布，事关微光的灵魂归属，这么有趣的场所，怎么能少不了？叶总过奖，这位是白薇薇小姐，微光真正的设计灵魂和一切价值的来源。有薇薇在，微光的未来才无可限量。故事很感人，可惜资本不听故事，只看价值。之后追加的30亿投资，看中的是林小姐这双化腐朽为神奇的手。至于其他人，价值为零。叶总，你越界了。微光的总裁是我，我让谁做总设计师，谁就是零。陆总，如果你敢这个时候让微光的设计师换人，那么抱歉，环宇资本没有兴趣，也没有义务陪你在这过家家。之后的投资以及之前的20亿，1分钱都不会到手。另外，环宇资本将重新评估与陆氏的所有合作，你最好想清楚。一个吃软饭的小白脸，在这装什么自大？好啊，我倒想试试，看看身家100亿的环宇集团到底是不是你燕先生个人说的算。陆景琛好像开始怀疑阿晨的身份了。如果现在穿帮，一切就都完了。他怎么一点都不紧张？看这架势，总感觉他比资产本尊还要真。要是叶先生撤资，微光的估值不过勉强上亿，根本不够我偿还债务，债主明天就会把我扔到海里。叶先生，请您公正评估。林月的设计我看过，那只不过是模仿，甚至是借鉴了我当年的风格。如果我亲自操刀，肯定会比他更加出彩。请您给我一次机会。哦，白小姐，你好像比在场的所有人都更加在意这个投资。微微，只要你愿意和我在一起，这1000万就是你的。以后每个月我还能给你。打住！这个世界上最不可能收买我的就是钱。景琛，你的心意我明白，但我们不合适。叶先生，您说笑了，用这笔钱让微光真正的走向国际，不是我们共同的愿望吗？他怎么会为了钱变得这么低三下四？还是那个微微吗？景琛，快说2句。叶总，微微她有这个实力，她不会让你失望。看来陆总已经做出选择，既然如此，我也做出我的选择。
林小姐，微光不欢迎你，但寰宇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。另外，私底下我还希望林小姐能够答应我一件事情。林小姐，我想成为你最忠贞的守护者，你愿意吗？剑先生，林月是我女人，就算你是微光的投资人，当着我的面挖我的墙角，未免有点太过分了吧？是吗？可我怎么听林小姐说，你们之前早就彻底结束了？另外，几分钟之前，白小姐还挽着你的手臂，被你称为微光的灵魂和一切价值的来源。我还以为她才是你心里的小女友。怎么，陆总和其他人不一样，可以同时开展不止一段恋情啊？景琛，对不起，看来我这次回国真的是个错误。我以为我们还能像以前一样回到过去，没想到身边多了个林小姐。既然这样，我选择退出。薇薇，你是我好不容易等回来的人，我不准你再离开我。让我来吧。陆景琛，这么多天，我想清楚，我从来都不是替身，我也再也不要当替身。我就是我，我是林月。今天你必须在我和白薇薇中间2选1。什么情况？陆总脸都变白了，看来是真的很为难啊。一边是等了5年的白月光，一边是又漂亮又能干的现任，这谁不疯啊？景琛，别担心，我不是在逼你，只是现在这种情况，于你、于我、于白小姐，都得做一个了断。如果再选下去，我们都是在互相折磨，你明白吗？我知道做这个决定很难，没关系，可以帮你。我现在开始倒数5个数，倒数结束我就走。5、4、3、景琛、2、1。月月，对不起，我选薇薇。那你叫住我是为什么？我只是想跟你说清楚，这么多年和你在一起，我真的很开心。只是我现在才知道，你根本就不是薇薇，你就是你，林月。你比我想象中的好太多了，但对不起，我等薇薇5年，我真的没办法。可以了，不用再说了。你那句我就是我，收下了，谢谢。陆总，品鉴会已经延迟4分钟了，媒体代表都在催，不能再拖了。各位，抱歉让大家久等，原定的媒体品鉴会照常举办，请大家移步隔壁展厅。各位媒体，各位来宾，大家下午好。姐姐，恭喜你摆脱渣男，破获死。说的轻松，幸亏现在白薇薇回来了，否则陆景琛那个疯子可能现在还抓着我不放。可你就这样顶着七将的名头离开，原本属于你微光的股权还能拿回来？能。陆景琛现在还沉浸在他亲自编织的美梦里，还没认清白薇薇这个幻象。等他的美梦彻底破碎，才能发现微光没了我，就是一副没有灵魂的空壳。我现在只需要一个契机，一个能让所有人认清微光灵魂的契机。
等她的美梦被现实彻底击碎，到时候拿回股权只是顺便的事。正好，看样子你要的契机已经主动送上了。什么意思？接下来将进入到本次品鉴会最重要的一个环节，大幕拉开，好戏即将上演。今天，我正式宣布，白薇薇女士正式回归微光，担任首席主理人。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微光的灵魂。感谢大家的等待。这些年在国外的日子，我也从未停止过片刻的思考。今天我带来了一组从未公开过的设计随笔，作为送给微光的回归礼。这稿子不是我发在网上的随笔吗？这幅首饰的设计灵感来源于我在北欧极光下的一次冥想。项链流动的光象征着生命的绵延，而那方形的折角则代表着女性内心力量的爆发。极光与几何分别代表着生命的流动和内心的力量，这就是微微的深度，这才是我们微光应该有的高度。我陆景琛果然没看错人。说的天花乱坠，抄都抄不明白。那个折角根本就不是为了彰显力量，而是代表藏锋。真正的力量从来不是为了刺伤谁，而是只在需要的时候能如利刃出鞘，一击即中。英雄所见略懂。创意新颖，画稿也确实惊艳。不过陆总，白小姐，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。干什么？谢谢，我不想再找了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想问的是，这幅设计稿真的是白薇薇小姐本人亲自创作的吗？彦祖，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诽谤薇薇，到底什么意思？如果今天你给不了证据，我陆景琛一定会替薇薇维权到底的。陆总别急嘛，我既然敢问，自然有我的理由。大家请看，这个名为 Luna Design 的账号，在1周之内陆续发布了3幅设计稿，大家看好，尤其是这一幅。我的天哪，这简直是一模一样啊！怪不得叶先生说他抄袭，这就是我在国外的私人账号，我用自己的账号发布我的手作作品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普通人翻出去上外网确实很难，所以很难有人发现这个账号。就算发现，也很难看出端倪。但据我所知，1周前白小姐还在阿拉斯加豪掷千金吧？这个账号虽然是境外账号，但后台登录 IP 其实一直在国内。我很好奇，你是有分身术吗？能够同时出现在2个地方？另外，这个设计师有个习惯，喜欢在光影重合处写下自己姓名的缩写，如果不仔细看，很难发现。我看白小姐的设计图上，恰好也有这个缩写。林玉难道这账号是？没错，这个账号的所有者，这幅设计图的真正原创者，就是林月。这幅设计图的真正原创者，就是林月。没错，Luna 就是我。这些设计稿和随笔是我过去几年里的积累。Luna Design 是我的账号，落款处的0是我的姓氏。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薇薇怎么可能抄袭？既然你就是Luna，为什么一直不说？因为曾经我以为时间和作品本身就能言明一切，但是现在我发现
我好像错了。不仅如此，你一直对外宣称白薇薇是微光的灵魂和灵感，但事实上，真正在幕后撑起微光设计线，不断产出新作品，奠定品牌基调的人，一直是林小姐。原来那些经典系列都出自林月之手。那白薇薇不就是长期冒名顶替啊？何止冒名，今天这个新品根本就是直接抄袭的呀！这么多年，我想着你，心心念念把整个微光捧到你面前，我图什么？图你独一无二，图你才华横溢。结果呢？你给我的除了衰老的容颜，就是无知的灵魂。金晨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在国外的这些年，其实过得很难，我的灵感早就枯竭了。我这次回来，就是为了能够跟你重新在一起。金晨，我是因为太爱你了，所以才糊涂的。你个臭婊子！老子找你赚钱了，老子让你出来搞钱还债，你他妈闹好，跑这跟别人男的搂搂抱抱，老子脸被人丢尽了。哪来的疯子，敢在陆氏的地盘撒野？报案！陆氏，我管他什么事？你这么扶着他，难道你想金牌啊？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啊？白薇薇，你他妈告诉我这个小白脸，我是谁？我到底怎么回事？白薇薇，你给我解释清楚，你怎么会有老公？金晨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刚出国的那几年无依无靠，是他假心控制了我。金晨，我现在已经起诉离婚了。放你娘个屁！当初是谁看老子开好车，半夜叫到老子被窝不肯出来的？现在男人当不年的你啊！你闭嘴！金晨，我是爱你的，我回来就是为了跟你在一起。只要我离了婚，我们立马就可以结婚了。锦琛，你的心意我明白，但我们不合适。金琛，放开我！离婚，嫁给我，白薇薇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垃圾回收站吗？这人还杵在这丢人现呢！跟老子回去！你欠的钱一分都别想乱掉！走，金琛，走。陆总，我们走吧。白薇薇的老公是你找来的？你说是，那就是。阿晨，有时候我真是觉得你深不可测，好像所有事情都在你的预料和掌握之中。我很好奇，你会不会真的是传闻中的燕先生？如果我真的是燕先生，那姐姐会怪我隐藏身份吗？如果你真的是高深莫测的燕先生，我哪敢怪你啊！我抱你大腿还来不及呢。不过，阿晨，如果你真的很有手段，我想拜托你一件事。你说。帮白薇薇和那个男人离婚。为什么？他刚才还想方设法的毁掉你。我知道，不过这场游戏始终是我和陆景琛之间的战争，白薇薇只是个被意外卷入的棋子，或者说是个被欲望和贪婪腐蚀的可怜虫罢了。这场荒唐的感情里，只有陆景琛才是那个真正的坏人。不管是江雪漫、白薇薇还是我，说到底都是受害者罢了。姐姐，我发现你还真是个暴躁。那接下来想怎么办？关于微光剩余的部分，陆景琛的幻象已经碎了，以他的性格，
一定承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和失落。接下来他一定会找我，而我等的就是这一刻。那等他回来，然后呢？然后我会让他亲口承认，当年他是如何利用我的信任，蚕食鲸吞，一步一步将微光的主导权从我手中夺走。等我拿到证据，我要光明正大的把微光夺回来。玉言，你知道吗？比起你这份运筹帷幄的冷静，你这份纯净的骄傲和执着，更令我移不开眼睛。药。景琛，你胃不好还敢空腹喝酒，这世上除了我，谁还受得了你这臭脾气？这种事，庸人也能做。我好想。月月，你回家好不好？我有话想对你说。月月，月月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月月。月月，你看，全部都烧了。从今以后，再也没有白薇薇这个人，只有我们。我混蛋！我以前错把榆木当珍珠，被朱云蒙蔽了心。我被一个幻想骗了5年，我差点就错过你了。月月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你这次来求我原谅，到底是因为真的爱我，还是依然把我当做白薇薇的替身？又或者说，你只是因为发现他已经不是从前的他，你退而求其次才做的这个选择？不，绝对不是替身，也绝对不是退而求其次。月月，我现在真正的明白，我爱的人是你，是林月，是你这个人，是你的一切。我以前被执念蒙蔽了双眼，我现在才知道，我心里只有你。嗨，你从前也是这么跟白薇薇说的吧？你要让我怎么相信你是真的呢？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骗你，我不该把你当成白薇薇的影子。我承认，我龌龊，我使用了手段，利用了你对我的信任，把原本属于你微光的股份慢慢转移到我的名下。我甚至还想过，只要你手里没有了筹码，你就可以一辈子只能依附于我了。所以你承认了？你承认是你偷走的微光？不过月月，只要你答应我留下，我会把这些股份全部都还给你。你看，月月，这个是微光90%的股份转让协议，加上原来你那份，从今以后，你就是微光唯一的主人。月月，这都是我欠你的，我把尊严和资产全部都还给你，别走，好吗？如果我拿了这些东西，还是要走呢？你是我的女人，是我精心浇灌出来的玫瑰，任何人都别想把你拿走。如果你真的是执意要走，那你这辈子就再也别想见到你父亲了。陆景琛，你把我父亲怎么了？别这么紧张，伯父年纪大了，原来那个疗养院环境拥挤，医疗条件一般，我不放心的。今天下午，我找人把他转移到另一家私人疗养院，那可是世界一流的机构啊，但是地址只有我一个人知道。陆景琛，你这个疯子！你这是绑架，你知不知道？别说的这么严重啊！只要你以后全心全意的留在我身边，我会保证伯父一生平安的。我还会给他用比原来贵10倍的药，请一流的医疗团队来照顾他。
每周都会让你们视频，逢年过节我把他接到家里来，让你们父女团聚。但是，如果你敢骗我，或者再执意要离开我，我就不能再保证我们父亲的生命安全了。现在父亲在他手上，我不能轻举妄动，得先稳住他，再想办法。好，只要我父亲平安，我答应你，一辈子都不离开你。这就对了，月月，我们结婚，然后我们好好过日子。我会给你办一个让我们全城人都羡慕的求婚仪式，我会让你风风光光的成为我的妻子啊！陆景琛，你以为捏住我的软肋就能赢？可惜这只会让我加速你的毁灭。感谢各位亲友的见证，林月她其实一直都是我女朋友，之前因为一些私人原因隐瞒这么久，我很抱歉。这些年，因为月月，微光才会有今天的成就。果然是郎才女貌啊！我看陆总这次是动了真心呐。是啊，连微光的股份都全给了，这不是真爱是什么？月月，你愿意嫁给我，让我用余生来守护你吗？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不愿意。林月，你疯了！别忘你答应了我什么？我没疯。陆总，你忘了，是你亲口跟我说我是你替身的，你真是贵人多忘事。我不过是陆总的替身，怎么配得上陆总这么隆重的仪式？看清楚，这才是我爱的女人。微微，你以为我为什么帮你父亲？为什么选择我？说到底，不过是因为你有符合他相似的美颜。关掉！快给我关掉！陆总，不是你亲口告诉我我是你的替身吗？作为替身，我有自知之明。这场戏我演够了，我不想再陪你玩过家家的游戏了。林月，你别忘了，你爸的命还在我手里。只要你现在改口，说你刚才是发疯，说你愿意乖乖嫁给我，可以原谅你做的一切。陆总，你凭什么觉得世上所有人都要受你摆布？够了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不可能！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明明把你安排在瑞士，那地方那么隐秘。实在不巧，陆总选的疗养院正好是环宇集团控股的康复公司。我原本还在头疼去哪儿找老爷子呢，没想到陆总动动手指就把人送过来。陆景琛，你这个不折不扣的混蛋，畜生！大家都来看看，就是他，当年利用陆氏集团设下圈套，害得我林家破产。不仅如此，还有当年差点要了我的命的那场车祸，就是他派人做的手脚。他想让我林家家破人亡，我要控制我的女儿。大家都看到了吧？陆景琛为了得到一个白薇薇的替身，不惜设局，害得我家破产，还谋害我父亲性命，导致我们林家走投无路，家破人亡。陆景琛，你走到今天这一步，全是你一次一次自己造成的。现在我不会再用任何私人手段和你周旋，我会用法律的方式，正大光明的起诉你。我承认，我以前龌龊，是我使用了手段，利用你对我的信任，把原本属于你的微光股份一点点挪到了我的名下。这就是证据。陆景琛，
属于我的，我会堂堂正正的拿回来，而你也应该承担你应有后果。没想到陆总平时看上去光鲜亮丽，私底下却是个十足的疯子。这事办得这么缺德，看他怎么收场。李煜，李煜，你以为你攀上叶先生这个高枝就赢了吗？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吗？你错了，大错特错！这个人，他根本就不是叶先生，他是个骗子。我今天就让你看看他的真实面目。陆景琛，你蠢的还真是无药可救。要不是你先入为主，这场游戏我们赢的也不会这么轻松。不可能，你不可能是手眼通天的叶先生。那是寰宇黑卡，没错，全球仅此一张。据说持有者就是叶先生本人，谁敢仿造这东西，那就是找死。先入瑞士身份认证系统。身份验证通过，验成寰宇资本全球唯一授权签字。Welcome back, Mr. Yan。阿晨，原来你给我的惊喜从来都没有上限。陆景琛，你涉嫌故意伤害、商业欺诈以及多项经济犯罪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月月，我输了，输得一塌糊涂。可是我好像真的爱上你。我现在甚至感觉到的不是愤怒，而是那种被爱的人背叛的那种难过。这种感觉，甚至比失去白薇薇的时候还要痛苦100倍。很可笑啊！我这一生永远都在痛失所爱。陆景琛，从头到尾你都不懂什么叫爱。你的爱是占有，是得到，是执念，所以你根本就不配得到真正的爱。不，月，对不起，月，我错了，我知道后悔了，月。谢谢啊，今天在会场上，你好像对我的身份一点都不惊讶。你的暗示都写在脸上了，我又不是傻子，怎么可能看不出来呢？更何况那次我走投无路去求你寻找我爸的下落，你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，最后找到了他，还动用全球顶级的医疗资源让我爸醒了过来。这世上除了手握寰宇资本、手眼通天的燕先生，还有谁能做到呢？从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我捡了个大便宜。既然被你识破了，那林小姐能不能给你的最佳共犯一次转正的机会了？这次我想以叶晨的身份成为你余生的伴侣，你愿意吗？看在你表现那么好的份上，准了。说了让你等我，结果我差点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你。如果我再晚一步，我就真的失去你了。你不知道我有多害怕。谁让你晚了一步？那就罚你待在我身边一辈子。